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志倩高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国际象棋课堂。这一节我们要来学习其他和棋。先来看一下上一期的小题目，请小朋友往棋盘上摆黑方的王，黑方的王摆在哪里？黑方正在被将杀，又是摆在哪里？轮到白方走棋后，可以一步杀黑方的王，还有摆在哪里？轮到黑方走棋，正好是无子可动和棋。我们把王摆在 F8，是正在被将杀。我们把王摆在 D8，轮到白方走棋，白方走后 D7，一步将杀黑方的王。我们把黑方的王摆在 H8，轮到黑方走棋，是无子可动和棋。无子可动在国际象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和棋。我们还要来学习其他几种和棋。和棋的英文是 draw。draw 这个单词我们平时使用时候是画的意思，但在国际象棋里表示的是和棋。这一节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种和棋是长江，英文是 perpetual check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局面，在这里黑方的兵即将生变，白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，眼看就要输棋了。可是白方却利用规则找到了一个和棋的办法，他走了一个车 F7 将。黑方在面对象的将的情况下，只有王 G8，白方再走将，黑方只有逃，白方再把车走到这儿，象抓黑方的王将，黑方又走不到这儿，只好走到 G8，这样白方来回的用车和象来将，这就形成了长江和棋。要知道这种持续抓王的这个招法是合理的，你可以持续的来抓王，也可以呢持续的去抓黑方其他的子儿。那这在象棋里可是犯规的啊，在国际象棋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就这个局面呢，我们要引出第三种和棋，就是三次重复局面和棋，英文叫 three-fold repetition。我们再从头看啊，白方他当时走了车 F7，记住啊，这个局面出现了第一次，黑方把王走到 G8，白方一将，黑方过来，我们再把车走到这儿，记住咯，这是第二次了，黑方把王过来，我们再将过来，再走到这儿，第几次啦？第三次了。记住啊，是一模一样的局面，在第三次出现的时候，那规则就说了啊，相同的局面第三次重复，它并不一定是连续的啊。那走棋的这一方呢，一旦提出，经过裁判的审查之后，就可以宣布和棋。相同的局面呢，是指每一次都轮到同一方走棋，同种颜色、同样的棋子都占据了同样的格儿，而且双方所有的棋子的可能招法都是相同的。那你如果前面的局面本来其中的一方可以吃咕噜兵，可是后面的局面不能吃了，或者是原来可以易位，你走完之后就不能易位了，那这两种情况下就不能算是相同的局面。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和棋，50步和棋，英文叫 50 move rule。假如有现在这样一个局面，白方在这里呢多了一个马，多了一个象，是可以赢棋的，但是比较难。如果黑方顽强的防守，就是高手也需要30多步棋才能赢下来。那作为我们现在还水平不高的，就很难了。那根据规则，如果其中的一方在50步之内
你还没有将杀对方，对方就可以向裁判提出50步和棋的要求。那这50步呢，当然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最后连续的50步当中，双方都没有走动过任何一个兵，也没有吃过任何一个子儿。假如我们在这个局面当中呢，给黑方添一个小兵在 A3，如果你正好在第49步的时候，白方把它吃了，那我们又需要从这个局面起重新再攒够50步才能提和。因为呢，一旦是走了兵，或者是吃了一个子儿，我们就算是改变了局面的性质，所以呢，要从头再算。我们再看第5种和棋，理论和棋，英文称为 book draw， 也就是双方在棋盘上所剩的子力都没有能力将杀对方的王，这个时候就称为理论和棋。比如说单王对单王，王单马对单王，王单象对单王。遇到这个局面就不要再下了你怎么下这都是和棋。那最后的一种和棋呢，最简单了，建议和棋，英文称为 draw offer， 也就是说我想和棋了，我就对你说和棋，你要是答应了呢，那就和了呗，对手要是不同意，那就得继续下。提和了还有一个手势，就是两手的食指交叉，这就是提和的意思。通常你在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，对手可能听不懂你的普通话，可是又忘了英文的 draw 怎么讲，那就用这个手势吧。对方接受还是不接受，用点头和摇头就行了。到了这一节，我们才算是完全的学会了下国际象棋。我们有掌握了一项新技能，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交到会下棋的好朋友。这历史性的一刻，一定要奖励一下自己哦，去吃一顿大餐吧。什么什么自助餐，还是麻辣烫火锅？哎呦，我最爱吃火锅了。哎呀呀呀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这一节我们还是要练习一步杀。这几个图形都是白方先走，要求用一步棋将杀黑方的王，让黑方的王没有地方可以逃。下一节再见。